大家好，承接上一部影片，现在来做醋饭。醋饭要趁热做，用这种木头的饭台来做的话，饭不会黏。如果用不锈钢锅来拌的话，饭会黏在锅子上。把刚刚调好的寿司醋倒进去，醋刚倒下去的时候，会有一点怀疑是不是太湿了。但随着你慢慢拨均匀的同时，它会慢慢蒸发，会稍微干一点。铲子就平平的拨，也不要太用力的搅拌，不要压饭，饭粒破了不好吃。搅拌好以后就集中起来，用湿布盖上，等等来用。接着来做铁火卷的肉泥。上腹肉是最末端的这一段，肉里面有很多筋，这种鱼筋生吃口感是不太好的，所以我们用刀把鱼筋割开，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，用汤匙把里面的鱼肉刮出来。这个很容易刮，因为鱼肉里面很多油脂，粉红色的肉大概30%都是油吧。就慢慢刮，然后不要把鱼筋一起弄进去了。这个一丝一丝的鱼筋会影响那种丝滑的口感。然后你一次刮一小块就好。好了，用刀稍微剁一下，确定里面没有任何大的肉块。肉泥就像这样。那这边再弄一点明太子，这是之前在好市多买的，冷冻的话能够放1年。把它的外膜割开，里面的鱼卵挤出来，等一下一起来包铁火卷。因为明太子有一点点辣味，能够中和大腹油腻的感觉。手洗干净之后，把葱末加进肉泥里面搅拌一下。葱呢，主要也是要解肉泥的油腻感，然后让口感更有层次。再来，我们来切冻饭要用的生鱼料。看这个油花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我们就切稍微薄片。那这个尾鱼很大尾嘛，所以它的鱼筋也比较粗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鱼肉上面稍微切一个浅浅的刀痕，正反两面都要切，一边大概切25到30刀，这样子吃的时候口感会比较好。两边都要切，不要偷懒，这么高级的产品必须要好好的弄。像这样浅浅的不要切断。接下来我们快转。接下来切炙烧握寿司的鱼料，这个就要切得厚一点，因为这一段鱼肉太软了，所以如果你切薄的话，很容易就散开来。好，切到比较后面的地方，它就散开了。那鱼筋太散，肉就没有办法连住，这个没有关系，等一下可以做铁火卷，或者你要单独做生鱼片也可以。那这3块一样，要切刀痕，微微的切断鱼筋，增加口感。我听说日本料理师傅的标准是切到50刀，那我没那么专业，大概25刀、30刀是极限了。那这是刚刚做的赤身酱鱼渍，大概腌制了40分钟。我弄了一个汤匙压住它，这样它不要飘起来。然后现在要切成方便入口的长度。然后看到外面有一层薄薄的酱油，很漂亮。那一开始表面烫熟是为了能够更入味，所以你腌的时候不要用纯酱油，这样会很咸。好，做到这个步骤，所有的鱼料都切好了。接下来处理油炸刺身，先撒一点盐，
拍打一下，让它入味。然后刚刚切的新鲜的巴西里，再加上一点综合香料，就是外面卖那种迷迭香啊、百里香之类的。然后加入面包粉，均匀的搅拌。先来做铁火卷，铁火卷更简单，海苔、醋饭、鱼肉泥排一排，把它卷起来。在这边有一点要说明，我影片里面处理的食物的顺序是经过计算的，并不是随性的喜欢做哪一道就先做那一样。如果你要完全复制这个做法，顺序要记清楚，因为我们在外面吃日本料理都是师傅现做，然后现吃，这样当然是最棒的。但你在家自己做，你需要有所取舍。你要知道有哪些东西一做好没有立刻吃的话，口感影响很大。然后那个东西就要最后做，除非你想要做一道吃一道，这样也可以，但是这样就很不爽。所以料理的流程顺序很重要。比如说醋饭好了，30分钟以内要吃，饭才不会凉。铁火卷做好了，20分钟以内要吃，海苔才不会烂。那炸的东西做好5分钟以内要吃，口感才会酥。炙烧大腹炙好了要立刻吃，香气才会好。所以你依照这样的时间轴，把这些菜色由前面往后反推，那你就会知道应该要先做什么，后做什么。有机会再分享，如果朋友来家里做客，所有的前置作业的准备。好，第二卷除了鱼肉外，我们再加一些明太子。第3卷呢，加了紫苏叶，这样吃起来会有层次跟香气。外面的铁火卷一份6个，我们再加这一盘15个。做握寿司之前，手要先弄湿，不然饭粒会粘在手上。这个饭要捏多大一颗，就看鱼片的宽度，不要太用力，饭全部都粘在一起就不好吃。然后用左手大拇指跟食指夹住鱼片，然后握寿司的正面朝手掌，右手拿饭，食指弄一点山葵，饭压上去，然后手稍微压一下，如果散开的话，你就瞧一下就好。然后翻过来。不专业的握寿司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压成一个6边形的方块。那你就用食指先做一边，再来第2边，第3边就是大拇指前端用大拇指，第4边呢就是用这个金手指，有没有？男生应该都懂。用一个金手指的姿势呢压一下，第5边就是金手指的第1个指节，第6边大概就是最下面那个平面，这样子握寿司就好了。然后你不要握太久，因为你手热了，它就会粘饭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压一下，翻过来，然后做出这个6边形，金手指，完成。本来预计是要做4罐，但是后来切的就被切了，所以再做一个特别小的。完成。接下来做冻饭。冻饭没有什么好讲的，东西排上去就对了，重点就只有一个，鱼片要比饭多，这就是在家做的宗旨。加码鲑鱼卵，再来点明太子，黑鲔鱼双软冻完成。接下来做炸物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黑鲔鱼干嘛炸？这样子会不会很浪费？我跟各位说，一点都不会，这个超级好吃的。你去好事多买牛排，单价比这个刺身贵得多，可是这个炸起来比牛排好吃太多。这很简单，就是一层面粉，一层蛋汁，
最外面包紧刚刚弄好的那个面包粉，面包粉要压紧，以免你在煎的时候它掉下来。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西式的炸法，这个就是半煎炸吧，油只要淹过它一半就好了，只要大火把表面煎酥就可以了。里面的鱼肉我们没有要全熟，如果你用牛油煎更香，但我个人不喜欢牛油。这种处理很适合在家里面做，不用太多油，不用煎太久，然后煎完油可以倒掉，不浪费。你只需要翻一次面就好了，酥脆就拿起来，不要煎太久。对切一个方便入口的大小，然后摆盘。目前这个熟度大概是8分熟。我原本预计是做5分熟，这个其实有一点超过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个吃起来很松软，跟外面你一般吃的那种炸的白肉鱼那种硬硬的完全不一样。加上酱料，来点法式芥末，完成。最后来炙烧握寿司。炙烧握寿司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让我们静静看着油花喷溅的画面。
唉。